我没有名字，我只是那千万后宅女子中的一位。我是他们的儿媳，华氏，他们的妻子，华氏，他们的母亲。娘，唯独不是我自己。华年，能不能有一次，就一次，你为自己活一回？孟一贤是我的追求者，据说我成婚了多少年，他就当了多少年的官夫，上京城都在传他对我痴心一片。可面对这样的痴心，我实在不胜其扰。我想我应该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有家室，我的女儿过了年都能定亲了。我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守了一辈子的本分，我可不希望有朝一日被人戳脊梁骨。告辞。华年，你会后悔的。把别人的姻缘置于自己之上，让自己低到尘埃里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才不会后悔。世间女子，既是贤妻良母为最高标准，把自己锁在内宅，为所爱之人以及儿女燃尽一生，这才是最高规格的，为自己活。我打算去母留子，休了华氏，让华儿过门。一瞬间，我的世界轰然倒塌。女子的一生与家庭绑定，我实在想不出，如果离了这个家，我能去哪，又能做什么？于是我假装浑然不知，一如往常的为我的孩子丈夫洗手羹汤。华氏，娘，这位是姚环，5日后会嫁到咱们家，跟咱们住在一起。做妾？是妻。你多年来无所出，就生了个丫头片子，怎好意思继续霸占着侯门主母的位置？还不如趁早让贤给能生的人。唉，这有孕的辛苦，姐姐多年来不曾受过，不像我肚子里的混球，总闹得我寝食难安。我原本是有过一个儿子的，可惜早早夭折，后来生了女儿上继根本，以致至今无法再孕。那个时候的婆母也没有现在这般疾言厉色，而是对我说：哎呀，女儿也很好，你对我宋家有大恩，之后就是延续不了香火，老婆子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哎呀，姐姐好像很不服气。相公，我漂泊过多久？哎呀，蜜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不成你真想让咱们宋家断子绝后不成？女儿不敢，她去母留子是非比寻常，华儿又与儿子多年情分，请母亲留下她，莫叫她忍受骨肉分离之苦。既如此，那就贬妻为妾。如果她肯老老实实让出主母位置的话。相公，你疼不疼？我去给你拿止血药。相公，幸亏你没事。相公，夫人，你就当是为了我，忍一忍好不好？不要跟母亲起这么冲，不要找妖花麻烦，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行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主母的位置我会，只要你跟孩子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相公，相公。这哪有妾室进门还着大红嫁衣的？还有这排场，怎么也不像妾室的规格呀！哎呦，你不知道，人家娶的是正妻主母，那位原配自请下堂成了妾室，还要给她奉茶嘞。华氏日后当谨遵本分，可千万不要做出家宅不宁的事啊，惹得夫君和我不快。是，谨遵主母教诲。我为了我最爱的丈夫咽下苦水，相信只要忍过一时，便能风平浪静。因为他的心在活着，一切都跟从前别无二致。直到去母留子我要，正妻的名分我也要，看是退而求其的选择，实则鱼和熊掌兼得。宋郎，你这苦肉计真是高明。哼，他肯定想不到，你根本不是什么外面来的野女人，而是我宋密此生最爱的初恋和未婚妻。一瞬间，我如坠冰井。原来我的隐忍退让，再不过是他助旁人上位的登云梯。不可以，如果现在就撕破脸的话，那么兰儿的后半生就毁。我的兰儿生得天真烂漫，又正值豆蔻年华。他说他
他喜欢城南林家的大公子，他说他想与他定亲结为夫妇，白首不离。我那温柔的女儿，我怎么舍得让她失望？我怎么样都没关系，我的后半辈子我会变得比现在更惨，但我的女儿不可。于是我再度选择咽下苦水。这新夫人一过门，咱们原来的夫人就……唉，要不然怎么说男人喜新厌旧呢？我其实已经不甚在意他住在哪，又跟哪个女人睡在一起。变了心的男人留不住，但至少我还有个贴心的女儿。小姐去了赏花宴，怎么没有人告诉我？是公子特意吩咐不用告知您的。公子觉得您最近新了，所以让夫人陪同小姐去了。很早之前我就听兰儿说过，那林家公子也会在赏花宴上出现，可姚欢非他生母，又怎会真心助他？他只怕我那可怜的女儿蒙在鼓里被人算计。就是说啊，那位是兰儿，娘来了，你不要怕。你娘？她才不是我娘。公子娘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别理这个疯婆子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我的女儿有朝一日居然会不认我，让她挽起那个外室的胳膊，唤她娘。她真的不是你娘？我是嫡女，我娘定然也是出身名门的贵妇人，怎么可能是她那种鬓边不整的粗鄙呀？可我看她一直在往你这边看。哎呀，她就是我爹纳的一房妾室，你知道的，内宅妇人心眼多，她肯定是见不得我好，所以才过来想破坏我跟你之间的情谊。林芝，你答应要来我家定亲的，这话作数吧。你这丫头说话没羞没臊的，将来嫁了人，可不得把夫君闹红了脸？哼！孟一贤，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。然后我在明知有丈夫的情况下，跟你暗通款曲，做着共赴巫山的梦。哼，不可能！放开！他能出轨，你为什么不行？哪怕是为了报复，哪怕是放纵享受一时的欢愉，我念，只要你想，我都可以。我不可以。我念。孟一贤，他是人渣，他德行有亏，他负了我的心，做了薄情郎，不代表我也是那样的人，我有我自己的坚守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大厦注定倾覆，你又何苦舍击鼓添他人转？你的丈夫变心，把你从正妻的位置赶了下来，你的女儿为了她的后半生不认你，你总是把他们的想法、他们的愿望看得比自己还重，可结果呢？没有一个人在意你。若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正比，你又何必继续坚守？华念，别做华社了，做你自己吧。我们釜底抽薪，让所有让你不好过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个家不存在了，那华念也就没有价值了。我15岁嫁给宋密，18岁生下兰，行至至今，早与这个家深深绑定。怀疑恩仇固然消散，可上帝1000自损800，亦是在否定我前半生倾注的全部心血。15岁的华念何故又凭何遭到这样的对待？最重要的是，娘，赏花宴上我不是故意不认娘亲的，实在是情势所迫，我又夸下海口。娘，别生我的气。他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孩子，纵内心有怨，也在他这一声声娘亲中变得没了脾气，故将万般无奈化作绕指柔。娘明白，娘不生气了。那娘亲是答应把我估计给姚氏当女儿了？你说什么？我当了14年的嫡女，总不能跟着娘突然变成庶女吧？更何况林家高门贵地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有个出身乡野的娘亲，肯定会瞧不起我，不让我进门的。娘，你就当是为了女儿后半生的幸福，忍一忍好不好？不要让这个谎言被戳穿，不要让林哥不要我。我怎么办？我养了14年的乖乖女儿，突然变成了别人的孩子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国际仪式，你想都别想。别人的母亲早早就为孩子铺好了路，
粗身低贱、粗鄙不堪，成不了我的助理，还不许我为自己谋一条路吗？人怎么能自私到你这个程度？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哎呦，乖乖，跟母亲说，母亲替你做主啊！我要做你的孩子，我要当嫡女，我不要跟着他。自己守不住主母的位置，拿孩子撒什么气？今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是你擅闯赏花宴，差点害兰儿变成整个上清城的笑话。要不是这孩子机灵，我宋家的颜面就被你丢尽了。乖，不哭，母亲替你做主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。这个送给你，就当是母亲给你送的见面礼。杨之玉，谢谢娘，不像她，连根银簪子都买不起。我的女儿，她只顾着别人给她的一点蝇头小利，全然忘了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她说她想学棋，我便为她请最好的乐师。婆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却偏要我的女儿明事理，懂礼仪。可到头来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娘，半个主子摆在那，要对我这个正经主子恭恭敬敬的，听见没？非要断了我们的母女情分吗？她说她想学棋，我便为她请最好的乐师。婆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却偏要我的女儿明事理，懂礼仪。可到头来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娘，半个主子摆在那，要对我这个正经主子恭恭敬敬的，听见没？非要断了我们的母女情分吗？要怪就怪你没本事，别人的父母都在托举自己的孩子，你却想拉我下水。可当年若不是我，你以为你还能做天机小姐？那个时候的宋家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人尚且讲究今非昔比，何况是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？是啊，今非昔比。可当初不也是今非昔比？15年前，宋家蒙难，被圣上抄了家，带走了全部金银。那时的宋密也不过17岁，身在温柔乡的富家公子哥，哪里会做营生的勾当？他向昔日的故交好友寻求一处栖身之所，皆被赶出，落得狼狈。走，我家公子说了，不认识什么姓宋的。他的母亲被气得发了高热，可他既无钱财，又无一技之长，于是带着母亲上街乞。可路人看他四肢健全，先露出鄙夷的目光，不愿伸出援手。再到后来辗转，求求你，给我一口饭吃，还有，救救我娘亲！喂，小苏蒙难，苦诮挚友上家对我避之不及，姑娘却愿意出手相助，救苏母于水火，此等大恩，苏母永世难忘。我共情他的遭遇，于是收留了他们家，给他腾出最大的房间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。后来我们暗生情愫，尽管爹娘一再告诫，落难的凤凰终归是凤凰，南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也终究不长久。可他却说，我宋密愿用一生报答怀念姑娘的大恩，恳请二人将她嫁与我为妻。15岁的华年有什么错？他只是在最好的年纪做出了当时最想做的决定。可现在，这都隔了多少年了，你还想着携恩图报？原来瞧不上你的人终究是瞧不上你。纵使半生倾覆，尽心尽力，未曾有一日厚待自己，换来的仍然是你不配。相公，都怪我回来的晚，让夫人受委屈，让母夫看看打你的那一巴掌疼不疼？夫人，深情的戏码还没演够吗？去母留子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相公，我不明白。不明白？那我说的再清楚些。那个姚环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外室，她是你惦记了10多年的女人。早在咱俩认识之前，你就跟她有过一段婚约。让我猜猜，你跟她为什么没能成？是因为你宋家落难的时候，她把你甩了，而如今宋家渐渐好起来了，你又开始惦记曾经求而不得的白月光，想与她再续前缘，对不对？去母留子，
好一个去母留子！是因为你觉得只有她配得上宋家主母的位置，只有她配做宋家的女主人。你跟你娘一样，从来一丁点儿都没看得起过我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哼，别说的好像我在撒泼一样。宋密，当年跪在我爹娘跟前求娶我的人是你，说着不负我的也是你，现在让我碎了心痛的想死，居然也是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男人三妻四妾是寻常。为了报答你的大恩，我跟你恩爱11年，守节至今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不过是多了个与我有过前缘的女人，不过她恰巧是我曾经的未婚妻，不过是我对她还有点感情。你仔细想想，我对你也一样，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人，都是我的妻子。不一样，你为了跟他再续前缘，可以给他正妻的名分委屈我。你为了跟他再续前缘，可以跟他与有一子彻夜缠绵。现在我唯一的女儿都成了投名状，要他不要我，这算哪门子的妻子？哪门子的重要？兰儿一心恋慕林家大公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样的高门贵弟，自然希望找个出身更高贵的儿媳，而姚环恰巧符合这个条件，将咱们的女儿记在他名下，也是为了保全她下半生的荣华富贵。你一向最疼她了，只要你像过去一样忍耐。为了这个家，忍耐的还不够多吗？一次又一次，我为了你的名声，为了这个家，我让自己低到尘埃里。家里但凡有什么好东西，第一个永远轮不到我。你说你要尽孝道，给你娘我认了。你把姚环的肚子搞大，让我自请下堂，我也认了。现在居然还想让我生，可这就是你为人妻的本分，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若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，若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正比，你又何必继续坚守？你要去哪儿？你别忘了，出嫁从夫，离了这里根本无处可去。华氏，真的要为了这点小事，毁了我们这么多年情分吗？我不是什么华氏，我是华年。风一雪，那是我第一次没有推开的，也许是那天的雨太冷，也许是烙在唇上的吻太冷，也许是我们明明毫无交集，却在这一刻意外的心疼对方。他是求而不得，而我是得到再失去。那是风喧嚣，雨喧嚣，心也喧嚣着。同病相怜，我的脑中只剩下这4个字。家人准备了热菜，去吃点吧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像是演练了无数遍，一寸一寸又一寸将我包裹其中，干燥的温暖蔓延至心脏，让我开始审视这个我不曾注意到的男人。慢点吃，不够耳朵们再揍。你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我会后悔？是。为什么我从未跟你说过我的家庭，我也没有跟你提起过我跟我丈夫之间？因为这不是第一次。你相信前世吗？孟一贤说我的上辈子比现在还要惨，将自己的一生搭进去，却落得个不得好死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哼，因为你蠢啊！不过稍微哄你2句，你就乖乖把主母的位置让出。我说我是在报复他，对他没有珍惜，你就上赶着给我做刀。哼，哎呀，这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好骗又可笑的人？明明被我伤了一次又一次，还上赶着犯贱，相信我是爱你。哈哈，哎呀，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比得上环儿娇？就是说啊，有一个出身高贵的母亲，到哪都会被人捧着。对不起啦，娘亲，不是女儿不亲，实在是荣华富贵胜过骨肉亲情。亲生女儿下毒煮的药好喝吗？姐姐，幸亏当年没让她生下儿子。你原本是我的妻子，是宋密强取豪夺，害我们夫妻分离。可他得到后又不珍惜，让你早早丢了性命，香消玉殒。所以，不管是为了弥补上辈子的遗憾，还是为了这辈子你的幸福，我都不希望你再重蹈覆辙。华年，留在我身边，让我保护你。就算你说的是这样，难不成你还想着宋密？
不是，我只是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两世宋夫人都不希望我生下儿子？你想知道，我去帮你查。华年，别再离开我了，我真的承受不起再失去你的痛。我得承认，孟一贤实在是个不错的男人，他对我处处体贴，思虑周全，府上下人都说一朝美梦成真，所以格外更珍惜些。可我你还是不习惯我碰你吗？我觉得太亲密了。没关系，一生那么长，你总会习惯的。习惯吗？习惯实在是个可怕的东西。我年少恣意潇洒，热衷独身一人，而后结了亲，双双躺在榻上，又开始贪恋臂弯环抱的温暖。可到如今，即便温暖触手可及，我却生了怯意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我是说前世。一见钟情。啊？是真的哟，一见钟情，再而相思，而后结发为夫妻。害羞了，那就钻到我怀里，保证没有人看见的。不过一个妾室，闹这么大气性，难不成还要我们求他回来？走了更好，走了，我给你纳一个更漂亮的。要是娘亲永远不回来就好了，她不回来，我就永远是嫡女，谎言也不会被戳穿，林哥还会娶我。真好，他走了，反倒落个干净。只要他回来向我认错，以后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。到底多年情分，儿子也舍不得重罚的。我本以为他们会因为我的离家出走而悔改，没想到竟是死不悔改。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你跟踪我？只是怕你脑子一热，又想回到那个豺狼窝。没有，我答应过你不会重蹈覆辙，我只是想看看华氏和华年有什么不同。那看出什么了吗？华氏是个软柿子，多年真心喂了狗，但华年不是。知道你不是，正好你让我查点有眉目了。小少爷当年并非是死于高热，而是被老夫人活活捂死的。为什么？那是他亲孙子呀。因为当年老夫人她说，一个乡野出身的女子能有什么好血脉？绝不能让她的血玷污了我宋家的列祖列宗。孩子，别怪我无情，要怪就怪你娘出身太差。他还骗我说是孩子体质太差，所以撑不过去。这个贱人！很快，宋家再度被抄家。这些阿杂事你交给我就好，何须亲自脏了你的手？那本来就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当了他这么多年的枕边人，总算被我逮着机会病树奉还。孟一贤，你就不能多依赖我一点吗？只要你想要把我当当狗当什么都可以。华年，总这样会让我觉得很没有价值。你怎么会没有价值呢？你收留了我，让我不至于流落街头飘零无依。孟一贤，我感激你，真的。那你以后不许说他是你的枕边人啊？你答不答应？答不答应吗？好，我以后不说就是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他欢红的有些过分了，密不透风的想要插手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奈何我有求于他，又不得不选择顺从。再到后来，素密在朝堂上说不上话，又没有经营的本事，日子每况愈下，最终走到穷途末路。那个姚氏把宋兰许配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做小妾，你要去看看吗？其实我对此并不意外，姚环非他生母，日子富裕时尚且还能装慈母，可一旦威胁到他的利益，便会毫不犹豫地露出本来的面目。无所谓，他不是希望我永远别回来，那我就如他所愿，再也不出现。孩子借助母亲诞生于世，可若是我的胯下伸出刺向我的尖刀，那这个孩子也可以是拥有相头血缘的陌路人。什么林哥不林哥的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再敢想着别的男人，当心老子打死你！你不是说她是你亲娘吗？怎么亲娘还把你给卖了？林哥，别这么叫我，看你不过娃娃而已，我可一点都没有要娶你的意思。
不过当个笑话看看还是可以，毕竟你的确很好笑，不是吗？一心痴恋的心上人，把他当成笑话，自己又认贼作母，落得如今的下场，也是自己咎由自取。娘，我错了，娘，救救兰儿，睡醒了？几点了？晚上了呢。啊，原来我睡了这么久。戏还没结束呢，要跟我去看看吗？还有好戏？他上寺庙被我的眼线捕捉到，我想着你大概会亲自收拾，就让他们把他带回来了。哼，好啊，我说你怎么不回来？原来是跟野男人厮混，乐不思蜀。哼，你儿子不也找了个野女人吗？怎么他行我就不行？嘿，这男人能跟女人一样吗？他好歹能为我宋家传递香火，你原来你也会偷，我还以为像你这种杀我儿子都不内疚的黑心肝是没血没肉的。你都知道了？不仅知道，我还要你偿命。等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，我儿子就没有娘了。你跟蜜儿多年情分，就算不顾着我，也得想想他吧。你只顾着你儿子没娘会很疼，有没有想过我儿子没娘也会很疼？你把他捂死的时候，他连话都不会说，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，会不会很难过？会不会哭出泪来？你贤秀没有传递香火，倾倒心腹之责，你没有杀死自己的亲孙，还佯装为祖宗考虑，这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恶心至极的奸妇？听说了吗？那宋家心腹把自己的婆母给杀了，据说死相凄惨。哎呦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这有钱的时候还能装贤妻，这没钱的时候就巴不得家里少张嘴。看看他对原配女儿做的事就知道，最毒妇人心。不是的，宋郎，你别听外面胡说，婆母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，既然不是你杀的，那你告诉我，那么晚你出去干什么？姚欢肚子里的根本就不是宋蜜的主，早在他之前，姚欢就与另一个男人情根深重，可惜那个男的是个不负责任的，于是在得知姚欢怀了孕之后，就抛下他们母子人间蒸发。所以姚欢他只是想给腹中孩儿找个便宜爹。哼，还真是狗咬狗。宋蜜这个好面子的人，所以无论事情真假，他都不可能再让姚欢待在宋家。宋郎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那么的爱你。你但凡真正爱我，当初就不会跟我退婚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娶你过门根本就不是因为念及旧情，我就是想玩玩你，让你也体验一次被抛弃的滋味。我是不可能再留你在宋家。你以为我稀罕待在这种破地方？要不是看你老实好，你以为这孩子能跟你姓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！这宋家是怎么啦？离了原配夫人，竟在短短几天内出了2条人命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。该别来无恙了，宋蜜，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滋味如何？她现在是我夫人了，宋公子可不要喊错了哟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来安慰我，也是来嘲笑我的。顺便让你看看，谁离了谁都不会活不下去，但你不行。你以为这些年是你在养着这个家，其实是我在帮衬着你。可你不知感恩，得寸进尺，落得如此下场，真是活该。夫人，别这么叫我，只是犯了一个小错，一个小错有必要你这么对我吗？宋蜜，一个人最悲哀的地方就在于享受着他的好，却还理直气壮的带着所有人诬陷他做的不够好，然后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，独自将苦果咽下。而你嚼着他的血肉，却觉得自己从头到尾都是良善。哼，你以为的小错已经把他深深的伤害了。夫人，别跟个狗皮膏药一样死缠烂打行吗？他不喜欢你了，就像当初你没有好好珍惜他一样。可我后悔了。悔？你还是去牢里好好忏悔吧。这个是宋蜜，拿下！宋蜜杀人害命，衙门判他秋后问斩。
这些书信就别送过来了。一个合格的前夫就该像死了一样安静。是。还有，出门的时候动作轻点，别扰了夫人睡觉。尘埃落定后，孟一贤愈发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插手着我的生活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是打算向他辞行告别的，可现在华年，怎么还是那么冷的？是还没睡醒吗？我知道了，有一样东西一定能让你开心起来。嫁衣本来是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的，不过你总归是要嫁给我的，所以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所谓。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款式？孟一贤，其实我就像做梦一样，对不对？上辈子我们未能圆满，这辈子总算可以白首不离。离别的话如鲠在喉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这般惶恐，为什么即便是一件小事他也会事无巨细。可即便如此，听说有灯会。对啊，我还没跟华年逛过灯会呢。前世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，当时你撞到了我，还把手上的灯给弄砸了。你嘤嘤的哭着让我陪给你，不知道多可爱。他向我乐此不疲地讲述着他眷恋的前尘。他说上辈子的我很爱他。怎么了？我你不想跟我结婚，难不成还想着送命？就那么贱，要是害自己遍体鳞伤，心里仍忘不了他。那一瞬间，所有的迟疑和犹豫都烟消云散。他对我或许是有几分情意，可他眷恋的终究是上辈子爱他的华年，而非现在的我。我不愿成为某人的替代，即便那个人是我。对不起，华年，我不是要故意凶你，你不要不理我，不要讨厌我好不好？回去吧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不可以牵手吗？不给你牵。那像这样。喂，我不牵你的手，华年就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？华年，随口问问。1个星期后。1个星期。所以华年要乖乖的，绝对不可以离开我哟。不好了，公子，夫人她不见了。华年，那孟家公子对你痴心一片，谁都知道。你真的要舍下他，做这个桃红新娘？正是因为知道才害怕，我不敢告诉他我不爱他，我怕美梦被戳穿之后，他会把我锁在他身边一辈子。我不想在经历一段失败的感情后，又把自己的后半生陪在另一个男人身上。这颗心千疮百孔，我好不容易叫他重新拼凑藏起来，我不想再给任何人让他心碎的机会。我大概率是不会回上清了。我想去远方，我想做华年，我想一辈子只做华年。华年，你回来！一生纵情潇洒，不为任何人所累。没错，这才是我应有的结局，这才是属于华年的故事。